我嫂子嫌我多管闲事，在蹦床上开心蹦跶，结果一窝蛇蛋全碾碎了。嫂子担心母蛇报复，把沾了蛇蛋气味的衣服塞进我背包里，我毫不知情。回到家，母蛇正好寻味上门，连同我爸妈一家3口全都被蛇活活咬死。再睁眼，回到野外露营的前一天，嫂子正在客厅收拾明天野外露营所需物品，侄女满脸期待，邀请我一起去。姑姑，你跟我们一起去野外露营吧。好啊，姑姑和你们一起去。我答应了侄女，侄女高兴的手舞足蹈。嫂子他妈满脸不悦走出来，那眼神恨不得把我立刻送走。吃饭摔碗，椅子拽得哐当响，仿佛攒了一肚子火气，看得我也窝火。要不是我妈求我过来给侄女补习，我才不住进来。这婚房大几百万，我家全款付清，写了我哥嫂的名字。嫂子结婚第2天就带着全家搬进了新家。嫂子听不得我哥打呼噜，我哥就从婚后带着侄女开始在书房打地铺。我过来这半个月也一直住在阳台的行军床，翻个身都能摔下去。我看我哥那窝囊的样子，气不打一处来。明天野外露营，我去商场购买了冲锋衣、夹克、裤子，还有登山靴、防护帽、手套，全副武装，哪怕是踩到毒蛇也不容易被咬。除了户外生存套装，还有必备的驱蛇剂、各种蛇毒血清。我还担心像上辈子那样带给爸妈无妄之灾，便立刻在国际旅游网站给爸妈报了个不需要护照的知名旅游团，让他们出国游玩，有多远躲多远。很快到了第2天，导游发来我爸妈上旅游团大巴的合照，我心里才踏实了。准备就绪，嫂子一家也整装出发了。我哥在出差，车上除了我，还有侄女、嫂子和嫂子爸妈、嫂子外婆。嫂子外婆嘲笑我：你姑姑是清华高材生，3伏天穿得严严实实，也不怕热出痱子。我担心冲锋衣、夹克不牢靠，内搭了一件长袖。此刻在车内，我脱了夹克，长袖也吸热。嫂子一家又抠门，不舍得开空调，热得我汗流不止。我看了眼开车的嫂子他爸：叔叔，开空调吧。你以为空调不要钱啊？真是不当家，不知道柴米油盐贵。现在这代人真是不知节约，像我们那时候哪有空调不照样过来了？嫂子，我哥这个月没给你生活费吗？连空调费都省。嫂子坐在副驾驶，脸色苍白，冷着脸打开了车内空调。小妹，你不要以为你哥挣钱养家就了不起了，你哥那点工资，要不是他听话，我早就跟他离婚了。嫂子，你清高，你看不上我哥？你们全家吃穿用度，哪样不是花我哥的？我没工夫和他理论，我是来送他们全家上路的。2个小时后到了露营地，车停稳后，嫂子如同上一世心血来潮，带全家去采野生蘑菇，听说山里还能摘到松茸，兴奋地挎了个竹篮子。我见她为了拍视频，身上穿的那件蓝色碎花裙，脚上一双细跟凉鞋，大腿和脚脖子裸露在外，对毒蛇毒虫来说简直是种引诱。嫂子她爸妈也跟着徒手去翻草丛，没有半点危险意识。嫂子外婆更是奇葩，路过小溪，捧起一盆水就喝了一口，还说没小时候清甜，也不怕寄生虫把她弄死。我走在最后，看着他们作死，再也不会像前世那样提醒。走在我身边的侄女突然抬起头，一脸天真的看着我：姑姑，我长大了，你给我买车吗？谁告诉你的？妈妈说的，妈妈说你挣的钱以后都是我的，等我们把爷爷奶奶的钱花光了，就花姑姑的钱。我气得笑出声，如此心安理得吸血的一家人，我还是第一次见。我心里估算着距离，快到那个致命的蛇窝了。果然，前方传来嫂子惊喜的尖叫声：快来看，这里有个天然蹦床，太好玩了。我们快步走过去，就看见嫂子正踩在一堆树叶和树枝搭成的草堆上，那分明是眼镜蛇的蛇窝。眼镜蛇为了不让蛇蛋被水淹没，会特意搭建30厘米左右的草堆孵化。再次看见这个蛇窝，我依旧头皮发麻，警惕地扫视着四周。上一世我拼命劝阻，嫂子却怪我多管闲事，只顾着拍蹦床视频，拿着手机拍起她玩蹦床的视频。事后经过她粉丝的提醒，才后怕地将衣服塞给我，害死我们全家。这一次我看着嫂子在草堆上蹦得欢快，不仅没有劝阻，反而拿出手机播放起广场舞《酒醉的蝴蝶》为她助兴。嫂子，
外婆和她爸妈全都兴奋地踩上去，几个老家伙蹦来蹦去。嫂子让侄女也上去，侄女害怕地缩在我身后。跟你爸一个德行，胆小如鼠。嫂子嫌弃地看着躲在我身后不敢上去的侄女，她妈妈更是嫌弃的不行。一看就是赵家人的基因不好，生个孩子也跟他爸一样怂。我心底冷笑，要不是赵家的基因，侄女恐怕连初中都考不上。哥哥好歹是211大学毕业，真不知道怎么娶了小学都没毕业的嫂子。嫂子又看向我，眼神鼓舞。小妹，你也来玩啊？嫂子，我大姨妈来了，不宜剧烈运动。听我哥说，你以前在学校是舞蹈队的，不如趁现在跳一支舞，我给你拍下来，发给你的粉丝看。嫂子一听，瞬间更加兴奋，立刻把手机递给我，准备大展舞姿。突然，嫂子一个用力过猛的后空翻，脚下的草堆瞬间塌陷下去，她整只脚直接陷进草堆深处，只听咔嚓几声脆响，底下一整窝蛇蛋被她踩得稀烂，透明的蛋液混着血丝顺着草缝往下淌，刺鼻的腥气扑面而来。母蛇并不在窝里，可那股骇人的气息已经让人头皮发麻。嫂子吓得魂飞魄散，脸色惨白如纸，连滚带爬从草堆上逃下来，一句话不敢多说，拽着家人就往山下冲，只想赶紧回城逃命。可刚走到安全的路段，他惊魂稍定，立刻换上一副嚣张刻薄的嘴脸，转过头对着我冷嘲热讽：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一个破草堆都不敢踩，真是胆小如鼠。就是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你穿的跟个养蜂人一样，走出去不怕别人笑话。我听着这一句句扎心的恶语，上一世被毒蛇活活咬死的画面在脑海里炸开，浑身血液都凉透了。我面上不动声色，心底却冷笑不止。你们尽管笑，尽管嚣张，等会儿眼镜蛇顺着气味追来，我看你们还能不能笑得出来。嫂子坐在车里百无聊赖刷着自己刚发的视频，很快就看见粉丝的惊恐留言，这是眼镜王蛇的窝，他们会循着气味追杀毁窝的人。他脸色骤变，眼神慌乱一闪，一个恶毒到极致的念头瞬间冒了出来。他左右看了看，故意找了个借口支开我。小妹，你去路边小店买点吃的喝的回来，我们都渴了饿了。我前脚刚走，他就飞快地脱下自己那件沾满蛇蛋蛋液和腥气的蓝色碎花裙，一把塞进我的背包最底层，用力按得严严实实，想把所有灾祸全部引到我身上。这一幕被我在隐蔽处看得一清二楚，我等的就是他这一步。想拉我垫背，想让我替你们死，我会让你们自己作的死，自己扛到底。我不动声色拿出手机，把他栽赃嫁祸的全过程清晰录下。回来去后备箱放东西时，我悄悄把那条裙子取出来，装进密封袋里，稳稳塞回他的行李箱最深处。同时我把自己的背包彻底清理干净，里里外外喷上强力驱蛇干扰剂，将所有残留气味覆盖得一干二净。而嫂子一家人昏昏沉沉的要睡着了，对我做的事毫无察觉。2个小时后，我们一行人回到小区楼下，嫂子一家进门就瘫在沙发上，颐指气使，还想指使我给他们做饭洗衣。我懒得应付，随口编了一个我爸妈要给侄女买衣服的借口，就带着侄女出门了。把侄女托付给我最好的朋友后，我折回嫂子家，就拿出提前准备好的高清监控，安装在嫂子家窗户旁，把一切动静牢牢掌握在手里。与此同时，深山老林里外出觅食的母蛇回到自己的窝边，看见一地破碎的蛇蛋和流淌的蛋液，瞬间狂性大发，昂起近2米长的上半身，吐着漆黑的信子，死死锁定那股熟悉的人类气味。它如同死神一般，穿过茂密山林，越过乡间田埂，跨过车流滚滚的公路，狂奔20多里路，顺着气味一路冲进市区，目标直指嫂子家。半夜，我守在电脑桌前，就看见一条凶猛的眼镜蛇顺着外墙水管快速攀爬，从嫂子忘记关严的窗户缝隙里悄无声息地钻了进去。半夜时分，嫂子的爸爸睡眼惺忪起来上厕所，一打开卧室门，迎面就撞上那条碗口粗、通体发黑的眼镜王蛇。毒蛇瞬间弹射出击，张开毒牙，
一口狠狠咬在他的小腿上，剧毒瞬间注入体内。蛇，有蛇，救命啊！凄厉的惨叫声撕裂深夜的宁静。嫂子和她妈妈被吓得魂飞魄散，光着脚冲出来查看。刚看清蛇的影子，就被暴怒的毒蛇接连咬中好几口，毒牙深深刺入皮肉。嫂子的外婆本就体弱多病，当场吓得心脏病急性发作，浑身剧烈抽搐，直挺挺瘫在床上动弹不得，连呼救的力气都没有。邻居听到惨叫，吓得连忙报警，救护车呼啸着划破夜色，一家人被紧急抬进 ICU 抢救。24小时的生死抢救，他们总算勉强保住一条命，可一个个全都落得终身残疾，惨不忍睹。嫂子左腿肌肉彻底坏死，神经受损，落下终身跛脚，一辈子都要瘸着腿走路。他的爸妈蛇毒侵入骨髓，神经受损，口不能言，四肢僵硬，生活完全无法自理。外婆直接中风瘫痪，半身不遂，再也站不起来，只能躺在床上度日。我一直在暗中盯着这一切，看到他们此刻的惨状，我积蓄了2辈子的怨气和怒火，终于得到了释放。被蛇咬的痛苦，终于轮到你们体验了。嫂子醒来得知全家的惨状，当场崩溃大哭，把所有怨恨和怒火全部砸在我头上，给我打了无数条视频电话，发了长篇大论的辱骂诅咒消息，我一条也没有回复，就当没有看见。嫂子躺在 ICU 病床上，不甘心就此认输，立刻让娘家一群亲戚冲到派出所报警，一口咬定我故意引蛇杀人，蓄意谋害他们全家。民警很快上门传唤我，我早有准备，拿上我提前准备的所有证据去了派出所。嫂子的亲戚们围着我哭天抢地，撒泼打滚，唾沫横飞的污蔑我。你害得我侄女全家被蛇咬，4条人命啊！你现在还有脸站在这儿？你这个毒妇！另一个瘦高的男人抄起桌上的矿泉水瓶就往我这边砸，被旁边的民警一把拦住。警察同志，你们管不管？他明知那是蛇窝，不提醒就算了，还放音乐怂恿他们跳，这不是故意杀人是什么？我面无表情地站在原地，任凭他们嘶吼。调解室里挤满了人，有人用手机拍我，有人在旁边指指点点。我侄女儿腿都废了，她爸嘴不能说话，她外婆半身不遂，你赔得起吗？你坐牢都不够。各位，说话做事可是要凭证据的，不然就是造谣要拘留的。踩碎蛇蛋的人明明是我嫂子，蛇肯定找他算账，和我有什么关系？我可有证据证明我的清白。我面无表情，镇定自若地打开随身携带的 U 盘，把所有铁证一一甩在民警和众人面前。屏幕亮起，第一段视频开始播放，露营现场。嫂子踩在草堆上，一边跳一边笑。这是怎么回事？我没理会他，点了下一段。第2段视频，嫂子从草堆上跳下来，一脚踩穿，满窝蛇蛋碎了一地。她吓得脸色惨白，腿都软了。这是她自己踩的。我还是没说话，点了第3段。这段视频是我绕到树后拍的，嫂子偷偷把沾满蛋液的碎花裙塞进我背包，塞完还四处张望，确认没人看见。调解室里瞬间安静了，胖女人张着嘴，半天没合上，瘦高个的脸一阵红一阵白。民警同志，看清楚了吗？第一是他们自己跳上蛇窝，自己踩碎蛇蛋，我一句提醒都没有。第二是他自己把沾了蛇蛋的衣服塞进我背包，讲嫁祸给我，让我替他顶缸。第三，我又拿出一张购物小票拍在桌上，这是我的购物记录，驱蛇干扰剂、防护衣物是露营前买的。我知道要去野外，害怕遇到蛇，所以提前准备，这叫自保，不叫故意伤人。他们自己穿着裙子凉鞋去爬山，安全意识为零，出了事怪我。这视频是假的，是你合成的。假的？你可以去鉴定，派出所里有技术科，验一下就知道真假。你早就计划好的，你就是想害他们。我想害他们？那他把沾了蛇蛋的衣服塞进我背包，是想干什么？让我被蛇咬死，替他顶命？调解室里没人说话了，胖女人的脸涨成了猪肝色，嘴唇哆嗦着，半天憋不出一句话。根据现有证据，你们这是诬告陷害。胖女人和瘦高个对视一眼，脸色惨白，再不敢吭声。我当场从包里掏出一份早已准备好的起诉状，递到民警面前。民警同志，我要告他诽谤和诬告陷害，这是我的起诉状，请立案。
调解室里，所有人都盯着我看，那眼神从刚才的愤怒变成了震惊和后怕。嫂子躺在病床上，左腿打着石膏，半张脸肿得跟发面馒头似的。她不甘心就这样栽了，花了几万块钱雇水军，在网上疯狂刷屏造谣，说我发布的视频是 AI 合成的，骂我心肠歹毒，见死不救，蓄意害人。我没工夫跟这帮无脑喷子打口水战，连夜把嫂子塞衣服、嫁祸我的全程录像，车上嘲讽我的录音剪成一条20分钟的完整视频，配上关键帧截图，直接发到了网上。视频一发，舆论炸了，网友们纷纷倒戈，骂嫂子心机歹毒，杀人嫁祸，死有余辜。之前骂我的评论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铺天盖地的同情和愤怒。热搜第一条，毒舌嫂子嫁祸小姑子，阅读量3个亿。嫂子躺在床上刷手机，脸色从铁青变成惨白，手机滑落在被子上，屏幕还亮着，映着她的脸。她慌了神，疯狂给出差的哥哥打电话，那声音尖锐刺耳，我隔着门板都能听见。老强，你不帮我，我就去你单位大闹一场，说你婚内出轨，让你身败名裂，女儿我也带走，让你一辈子都见不到。哥哥握着手机，手指攥得发白，青筋在额头上突突的跳。他在出差的酒店房间里站了足足5分钟，一动不动，像根木桩子。我听完冷笑一声，回家把侄女偷偷发来的视频甩给哥哥。视频清清楚楚录下了嫂子逼着女儿做伪证，指认我是害她的凶手，还说你不说真话，妈妈就坐牢了，你就再也见不到妈妈了，这种威胁的话。侄女在视频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说妈妈让她撒谎，她不敢。他连自己亲生女儿都拿来当枪使，都拿来牺牲，你还看不清他的真面目吗？哥哥浑身剧烈一颤，眼眶瞬间红了。这么多年的窝囊和隐忍，像潮水一样涌上来，又像溃堤一样轰然坍塌。他抬起头，眼底是一片猩红，牙关咬得咯咯响。离婚，这婚必须离，我再也不会纵容他了。哥哥没再犹豫，连夜飞回来找了律师，把拟定好的离婚协议发到了嫂子微信上。协议上写的清清楚楚，女儿归男方抚养，房子归还我爸妈，婚后存款1人1半，嫂子签字，这事就算两清。他加了最后一句，不签，法庭见。嫂子的电话秒进来，一接通就是劈头盖脸的骂，嗓门尖的能把玻璃震碎。他骂我哥窝囊废，白眼狼，骂我挑拨离间，不得好死。我哥握着手机，一言不发，等他骂累了喘气的空档，直接挂断，关机，把手机扔到了床头柜上。我站在门口看着他，这么多年的逆来顺受，像是被一刀斩断了。这是我第一次觉得他终于像个能撑起家的男人了。嫂子见哥哥不肯服软，彻底气急败坏。她躺在病床上，打了10几个电话，暗地里指使娘家几个游手好闲的亲戚，开车冲到我爸妈的老房子闹事。那几个人提着红油漆桶，拎着铁棍，一脚踹开院门，冲进去就是一顿乱砸。红油漆泼在木门上、墙上，顺着门缝往下淌，像血一样触目惊心。大字报贴满了整面墙，上面用黑笔写着杀人偿命，害人性命，一家畜生，字字句句都在说我家害死了人。邻居们隔着窗户偷偷往外看，吓得门窗紧闭，不敢露头。我接到邻居王婶的电话，二话没说就报了警，同时联系了做直播的朋友帮忙。20分钟后，我打车到了现场，那几个人还在疯狂打砸，铁棍砸在门框上，砰砰直响，木屑横飞，院里的晾衣杆被砸断了，花盆碎了一地，我爸妈种的葱韭菜被踩得稀巴烂。我掏出手机开播，镜头稳稳对准闹事者，把他们的脸拍得一清二楚。直播间瞬间涌进几万人，弹幕刷得飞快，全在骂这是谁家亲戚太嚣张了，报警没有？亲戚中领头的那个光头发现了我在直播，随即冲过来想抢我手机销毁证据。他伸手就抓，嘴里骂骂咧咧，杀人的小丫头片子，敢拍老的，娃打断你的腿。我侧身一闪，轻轻松松躲开，镜头把他的胸态全拍进去了，扭曲的脸，伸出来的手，嘴角的口水清清楚楚。直播间炸了，弹幕刷屏，这就是嫂子的亲戚，嚣张的没边了。警车正好赶到，民警跳下来，
当场把所有闹事者全部控制住，手铐咔嚓一声戴上，塞进警车。我把完整的直播录像交给警方，民警看了眼视频，脸色铁青，说这证据够判了。几人因寻衅滋事被依法行政拘留15天。嫂子在医院得知消息，气得把手机摔在床上，当场给亲戚打电话破口大骂：一群废物，这点事都办不好，还被人直播了。电话那头被拘留的亲戚也彻底翻脸，当场吼回来：你还说，要不是你唆使我们去闹，我们会进局子。你个害人精，以后别想再指使我们。嫂子听着电话那头的骂声，脸涨成了猪肝色，气得浑身发抖。她和娘家的亲戚彻底决裂了。亲戚把嫂子指使的事抖落了个干干净净，我冷眼旁观者狗咬狗的戏码，只觉得无比痛快。警方经过详细调查，调取了我提供的所有证据，嫂子塞衣服嫁祸的视频，车上嘲讽我的录音，娘家亲戚闹事的直播录像，一一核实比对。办案民警看完，脸色铁青，说这案子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够了。正是以诬告陷害罪、寻衅滋事罪对嫂子刑事立案。2名民警带着立案通知书和取保候审决定书赶到医院。嫂子躺在病床上，看见民警进门，脸色刷得白了。民警把文书递过去，让他签字。他看了一眼，突然发疯，一把抓起文书撕得粉碎，嘴里尖叫，纸屑飘得满床都是。我不签，都是假的，是他们害我。李美玲，再敢抗法，现在就直接拘留。你现在是取保候审，不是无罪释放。嫂子被吼住了，缩在被子里不敢再闹，胸口剧烈起伏。我带着律师径直走到他病床前，把2份文件甩在他面前的被子上。这是房产归还协议书，这是离婚协议书，你签了我就出具谅解书，不签你就等着牢底坐穿。你害我家破人残，还要抢我的房子，我绝不签。房子本来就是我爸妈全款买的，写了你俩的名字，你白住了5年，还把我哥的工资卡攥在手里，你吸血这么多年，也该吐出来了。嫂子瞪着眼，嘴唇哆嗦，半晌说不出话。她死死盯着我，眼底尽是不甘和怨恨，却一个字也反驳不出来。见她顽固到底，拒绝和解，我没再多说一个字，转身就走，让律师直接走法律程序。门在我身后关上，把他那张扭曲的脸关在了病房里。他会为自己的恶毒付出代价，一分不少。嫂子见硬的软的都没用，又开始装疯卖惨。他在网上发长帖，说自己被蛇咬后精神失常，重度抑郁，整夜睡不着觉，脑子里全是蛇的影子。还附了几张在精神病院门口拍的照片，配文我的后半生毁了。他一边卖惨，一边暗戳戳指我逼残病人，赶尽杀绝，引来一群网友的同情，同时偷偷开启了网络众筹，目标金额50万，说要做精神康复治疗。捐款的人不少，3天就筹了8万多。评论区一片加油、支持、坚强。我看到帖子差点笑出声。他住的那家医院，我大学室友就在精神科当主治医生，查他的病历简直是手到擒来。我立刻拨通室友电话，把事情原原本本说了一遍，让他帮忙调取嫂子的真实病历。第2天，室友把病历复印件发到了我邮箱。我打开一看，上面写的清清楚楚，腿部跛脚属实，肌肉坏死导致，精神状态评估完全正常，没有任何抑郁、焦虑或精神障碍的诊断记录。那些精神病相关的检查单全是他找人伪造的，章都盖歪了，一眼就能看出破绽。我把真实病历原件拍照，配上他的众筹链接、伪造病历对比图，一起发到了网上，同时向众筹平台和警方举报他伪造病历、诈骗筹款。帖子一发，评论区瞬间倒戈，网友们骂翻了天，装疯卖惨，病历都敢造假，把好人当傻子耍。众筹平台第一时间关停了筹款通道，把钱原路退回捐款人账户，并发公告永久封禁他的账号。警方迅速介入调查，以涉嫌诈骗未遂对嫂子再次立案侦查。嫂子被警方传唤到医院询问室，她坐在椅子上，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承认病历是花钱找人伪造的，说是一时糊涂，求警察网开一面。法律不会因为她的眼泪就手下留情，她的罪名又多了一条，诈骗未遂，数额巨大，等着她的是更重的判决。
嫂子看着身上一桩接一桩的罪名，诬告陷害、寻衅滋事、诈骗未遂，知道自己已经走投无路了，他索性破罐子破摔，托人托关系联系上了本市一家地方电视台的民生栏目《百姓帮帮帮》，说自己有冤情要曝光。电视台的人来了，摄像扛着机器，记者拿着话筒。嫂子特意让人把自己打扮得可怜兮兮，头发散乱，脸色苍白，坐在轮椅上对着镜头痛哭流涕。他编造谎言，说我这个小姑子极恨他，故意害他踩蛇窝，害他们全家落得残疾，家破人亡，哭得上气不接下气，鼻涕眼泪糊了一脸。他妈坐在旁边的轮椅上，半身不遂，嘴里含糊不清地跟着哭。外婆躺在床上，浑身插着管子，也挤出了几滴眼泪。整个病房里哭声一片，场面刻意煽情，看得人心里发酸。记者一边拍一边点头，显然被这番表演打动了。当天下午，记者就敲响了我爸妈老房子的门。我把门打开，没有丝毫躲避，平静地请他们进屋。你们想报道可以，但必须公平公正，我的证据也会完整呈现。如果只听他一面之词，我会起诉你们诽谤，连带电视台一起告。记者一愣，没想到我这么淡定。他们架好摄像机，准备开始采访。我没有给他们提问的机会，直接从包里拿出一个厚厚的文件夹，把证据一一摊在茶几上。蛇窝事发的完整视频，他在车上嘲讽我的录音，他删粉丝提醒的截图，买水军造谣的转账记录，伪造病历的原件对比，诬告陷害的警方立案通知书，全都在这里。视频、录音、截图、警方笔录、医院证明，每一样都铁证如山，无可辩驳。记者看着茶几上的证据，表情从同情变成了凝重，再到震惊。摄像师也停下了拍摄，探头过来看，脸色同样变得难看。他们花了半小时看完所有证据，最后记者合上文件夹，叹了口气：我们了解了，会如实报道的。他们再也没有质疑我，收起设备离开了。我知道嫂子的苦肉计彻底破产了。3天后，电视台播出了报道，片名不是嫂子期待的苦情戏，而是一期深度调查蛇窝事件真相，到底谁在说谎。时长20分钟，从头到尾都是铁证。节目完整播出了我的所有证据。主持人的旁白冷静而犀利，把嫂子的歹毒、自私、冷血、嫁祸、撒谎、诈骗的全过程一层一层剥开，公之于众。舆论彻底炸了，热搜第一条换了。蛇窝嫂子真面目，阅读量5个亿。评论区骂声一片，全是这女人心太毒了，害人还嫁祸，活该判刑判刑。网友们翻出了嫂子之前的众筹帖，在评论区疯狂刷屏，还装抑郁、诈骗犯退钱。她之前的粉丝也倒戈了，骂她是白眼狼、心机婊、杀人嫁祸，死有余辜。嫂子一夜之间身败名裂，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嫂子躺在病床上看到报道，整个人彻底崩溃。她一把抓起床头柜上的水杯砸向电视，水杯摔碎在地上，碎片溅了一地。她又把能拿到的东西全砸了，手机、遥控器、药瓶、饭盒。病房里一片狼藉，护士冲进来都拦不住。她歇斯底里的尖叫，嗓子都喊哑了，却再也没有一个人同情她。她外婆坐在旁边，半身不遂动不了，只能干瞪眼流泪。爸妈闭着眼装睡，一声不吭。嫂子彻底疯了，名声臭了，房子没了，还即将坐牢。她躺在病床上，眼睛直勾勾盯着天花板，2天没说一句话。第3天，她突然笑了，笑得阴森森的。他妈看见了都打了个哆嗦。她把主意打到了亲生女儿身上，决定捞一笔潜逃东南亚。小朵今年6岁，刚上小学1年级，每天放学都是校门口等家里人来接。嫂子暗中托人找了个混社会的，给了1000块钱，让对方趁放学人多，把孩子从校门口强行接走。那天下午4点半，放学铃响，小朵背着书包刚走出校门，一个戴口罩的男人突然冲上来，一把捂住他的嘴，把他塞进路边一辆没牌照的面包车里。车门一拉，车子瞬间开走，前后不到10秒钟。半小时后，我的手机响了，屏幕上显示的是一个陌生号码。我接起来，嫂子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
阴狠又疯狂，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赵小敏，你侄女在我手里，马上拿50万现金来赎人。敢报警或者敢拖延，我就让你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他。你知道我说得出做得到。我心脏猛地一紧，像是被人狠狠攥住了。小朵的哭声从电话那头隐隐传来，喊着姑姑救我，声音又小又抖。我攥紧手机，胸口剧烈起伏，但脑子瞬间冷静下来。小朵是赵家的底线，我绝不会让她受到任何伤害。钱我可以给你，50万没问题，你把地址发给我，我今晚就凑齐。但你绝对不能伤害孩子，虎毒不食子，他才6岁，还是你亲生的女儿，你好好想想。我一边稳住嫂子，一边悄悄按下手机的录音键。她的每一句话，小朵的每一声哭喊都被录了下来。我挂断电话，立刻拨了110，把嫂子的声音、通话录音全部提供给警方。刑侦队半小时内就锁定了面包车的踪迹。警方根据面包车的轨迹，很快锁定了嫂子的藏身地点。城郊一处废弃厂房，周围全是荒草，连个路灯都没有。刑侦队迅速制定救援方案，调了12名特警，分3路包抄，从前后门和窗户同时突破。晚上9点，行动开始。特警破门而入的那一刻，手电筒的光柱齐刷刷照向屋里，所有人都看得清清楚楚。嫂子坐在一张破旧的木椅上，左手拿着手机正在录像，右手揪着侄女的头发，逼她对着镜头哭喊：“姑姑，快来救我！”侄女跪在地上，浑身抖得像筛糠。嫂子看见警察从天而降，脸色瞬间惨白，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她扔下手机，揪着侄女的手想往后门跑。2名特警一个箭步冲上去，当场把她按倒在地，手铐咔嚓一声扣上。她脸贴着满是灰尘的水泥地，还在挣扎嘶吼：“放开我！他是我的孩子，我有权利带走他。”侄女挣脱了嫂子的手，哭着扑过来，一头撞进我怀里，小手死死拽着我的衣服，浑身发抖，喊着姑姑姑姑，声音又哭又抖，听得我心都要碎了。我蹲下来，一把抱住她，拍着她的后背，一遍遍说：“没事了，没事了，小朵，姑姑在这里。”嫂子被押上警车，因绑架罪被当场刑事拘留，这是重罪，起步刑期5年，取保候审的申请直接被法院驳回，连听证的机会都没有。她从医院的病床换成了看守所的硬板床，监室里冷得像冰窖，她躺在硬邦邦的木板床上，眼睛直勾勾盯着天花板，脑子里一片空白。她终于明白，这一次彻底没有回头路了。很快，离婚与房产纠纷案正式开庭，是中级人民法院第3审判庭。嫂子穿着灰蓝色的囚服，被2名法警押上被告席。她头发乱得像鸡窝，脸色蜡黄，整个人瘦了一大圈，早没了往日的嚣张跋扈，像只斗败的公鸡。我坐在原告席上，旁边是我的代理律师，哥哥坐在旁听席第1排，怀里抱着小朵。小朵趴在他肩膀上，偷偷往法庭里看，眼睛红红的。妈妈坐在哥哥旁边，紧紧攥着手，脸上的皱纹都绷紧了。审判长敲响法锤，宣布开庭。我方律师站起来，当庭出示全部证据：婚房房产证、购房转账记录、我妈的银行流水，证明房子是我爸妈全款购买，嫂子虐待公婆的录音，克扣家用的转账截图，诬告陷害的警方立案书，买水军诽谤的转账记录，伪造病例诈骗的众筹平台证据，绑架亲生女儿的刑侦笔录和判决书。律师把证据一摞一摞摆在桌上，每出示一份就念一遍内容，声音沉稳有力，传遍整个法庭。旁听席上有人小声议论，法官翻着证据材料，眉头越皱越紧。嫂子站在被告席上，听完一项又一项，脸色从蜡黄变成惨白，再到铁青。轮到她陈述时，她突然放声大哭，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哭诉自己为家庭付出青春，伺候老人，养育孩子，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试图博取同情。可法官无动于衷，继续翻证据。旁听席上的人也面无表情，有的甚至露出厌恶的神色。他的眼泪再也没人买账了。10分钟后，审判长合议完毕，重新落座。他敲响法锤，全场肃静。本院认为，
被告李美玲在婚姻存续期间存在重大过错行为，包括但不限于虐待老人、诬告陷害、寻衅滋事、诈骗未遂。现判决如下：准予原告赵强与被告李美玲离婚，婚生女赵小朵由原告抚养，被告无探视权。被告为婚内重大过错方，无权分割任何财产。涉案房产归还原告父母赵国华、王秀芬所有。被告需赔偿原告精神损失费10万元。判决即刻生效。嫂子听完判决，双腿一软，眼前一黑，直接瘫倒在被告席的椅子上，整个人像被抽干了骨头。2名法警走过去，一边一个架起他的胳膊，拖着往外走。他嘴里还在喊我不服，可声音哑得像破锣。没有人回头看他一眼。我坐在原告席上，看着他被拖出法庭的背影，心里一片平静。他欠我们家的一切，今天全还清了。嫂子在看守所里待了3个月，依旧不死心。她让娘家找了律师，对我提起恶意反诉，声称是我故意引蛇伤人，蓄意害她全家，导致她家破人残，索赔200万精神损失费。他编造我使用的驱蛇干扰剂，改变了毒蛇的行为，导致母蛇追踪气味时出现异常攻击行为，属于蓄意伤人手段。那份意见书上签了一个听都没听过的名字，盖了一个模糊不清的章，一眼就看得出是花钱买的假货。法院把反诉状寄到我手里，我翻开看了一眼，差点笑出声。200万，他怎么不去抢？我没有丝毫慌乱，当天就联系了中国科学院爬行动物研究所，把事情经过、证据材料、驱蛇产品的成分说明全部发给了所里的专家。我请求权威专家出具专业司法鉴定报告，证明驱蛇剂与毒蛇攻击行为之间没有任何因果关系。1周后，鉴定报告出来了，盖着中科院的公章，签着3位博士的名字。我把鉴定报告装订成册，连同反诉答辩状一起递交给了法院。报告结论写得清清楚楚，驱蛇干扰剂的主要成分为硫磺、薄荷脑天然植物精油，仅对蛇类嗅觉产生回避作用，不会激怒毒蛇，不会改变追踪路径，更不会引发异常攻击行为。真正吸引眼镜王蛇追踪报复的是嫂子衣服上残留的蛇蛋液信息素，这是蛇类识别天敌、追踪猎物的核心嗅觉信号。我同时让律师调查了嫂子那份专家意见书上的签名专家，结果发现所谓的爬行动物专家张某某根本不具备任何爬行动物专业资质，只是某保健品公司的销售顾问，连大学都没上过。他的签名是花钱买的，盖章的公司早就注销了。那份意见书纯属废纸一张。反诉案开庭当天，嫂子再次穿着囚服被押上被告席。她比上次更瘦了，头发灰白了一半，眼窝深陷，像老了10岁。她的律师站在旁边，翻着手里那叠站不住脚的证据，额头直冒汗。我方律师把中科院鉴定报告当庭呈上，一页一页翻给法官和对方看。法官看完，抬头扫了嫂子一眼，眉头皱得死紧。10分钟后，审判长敲响法锤，当庭宣判：被告反诉理由不成立，证据不足，专家意见书不具备法律效力，中科院鉴定报告真实有效，原告使用的驱蛇产品与毒蛇伤人事件无因果关系，反诉全部驳回，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嫂子听完判决，整个人僵在被告席上，嘴唇哆嗦着，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法警走上前，架起他的胳膊往外走。他突然歇斯底里的尖叫起来，哭喊着冤枉他们合伙害我，可声音嘶哑刺耳，像破锣一样难听。没有人回头看他一眼。看守所的铁门在他身后重重关上，发出砰的一声闷响。就在我以为不会再出岔子的时候，又出事了。嫂子花钱买通了同监室一个狱友，让对方托外面的家属找几个混混去我刚回国的父母家门口闹事，想用这招逼我撤诉求情。4个混混骑着2辆摩托车冲到我家，提着2桶大粪上了3楼，对着防盗门就是一顿拖。大粪顺着门缝往下淌，臭气熏天，整个楼道都是那股味儿。他们又往墙上贴满了恐吓纸条，上面写着撤诉，
否则弄死你们全家，饶不了你们。红纸黑字，触目惊心。我妈开门倒垃圾，一脚踩在粪水上，差点滑倒。她吓得浑身发抖，腿一软就坐在了地上。我爸听见动静冲出来，看见满门的大粪和恐吓纸条，脸色煞白，当场血压飙升，捂着胸口直喘气。当天晚上10点，我接到我妈的电话，她在电话里声音发抖，带着哭腔说：门口被人泼了粪，贴了恐吓信，让你爸血压都犯了。我握着手机，胸口剧烈起伏，一字一句地说：爸妈别害怕，我马上处理，把门锁好，今晚别出门。我挂了电话，立刻报警，同时把前段时间新安装的是高清监控视频提供给警方。4个混混的样貌全被拍得一清二楚，2辆摩托车的车牌号全被拍得一清二楚。刑侦队当晚就锁定了车牌，第二天一早在城郊一处出租屋里把4人全部抓获。警察破门进去的时候，他们还躺在炕上睡大觉，手机里还有转账记录和聊天截图，证据确凿。审讯室里，4个混混撑了不到半小时就全招了。他们承认收了3000块钱，是受一个看守所里的李美玲指使。审讯笔录上，4个人签了字，按了手印，白纸黑字，无从抵赖。看守所里，管教把追加起诉书送到嫂子面前。他看着上面新增的罪名，指使他人寻衅滋事罪，脸色刷得白了。原来的绑架、诈骗、诬告陷害还没判完，现在又多了一条，罪加一等。他躺在监室的硬板床上，眼睛直勾勾盯着天花板，指甲把掌心掐出了血。他终于明白，这辈子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了。嫂子的刑事案件正式开庭审理，是中级人民法院第1审判庭。他穿着橙色囚服，头发被剃成了寸头，早没了当初那股嚣张跋扈的劲儿。他坐在被告席上，手腕脚腕都带着镣铐，低着头，不敢看台下的任何人。审判长敲响法锤，宣布开庭。检察官站起来，当庭宣读起诉书：绑架罪、诬告陷害罪、诽谤罪、诈骗未遂罪、寻衅滋事罪，5项罪名，条条属实，桩桩铁证。每念一项，检察官就举起一份证据，当庭展示。旁听席上坐满了人，有记者，有邻居，有当初被骗捐款的网友。他们看着证据一样一样被展示，有人小声议论。审判长传我上庭作证，我走到证人席上，举起右手宣誓，然后从包里拿出一个 U 盘，递给书记员。大屏幕亮起，我开始播放证据，每一段视频，每一张截图，每一份录音都清清楚楚，无可辩驳。嫂子坐在被告席上，看着大屏幕上的画面，脸色从灰白变成铁青，又从铁青变成惨白。她的肩膀开始发抖，牙关咬得咯咯响，手攥成了拳头。证据播放完毕，审判长问被告是否还有陈述。嫂子突然站起来，歇斯底里的尖叫：是他逼我的，是他引蛇咬我，是他让我变成这样，他在报复我，你们不能信他。他的声音尖锐刺耳，像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听得旁听席上的人都皱起了眉。法庭肃静，被告人所述没有证据支持，不予采信，再敢喧哗，依法处置。法锤敲在桌上的声音震得整个法庭一静。嫂子被法警按回座位上，嘴唇哆嗦着，眼泪鼻涕糊了一脸，却再也不敢出声。庭审结束，审判长宣布休庭合议。20分钟后，法锤敲响，全体起立。审判长拿起判决书，声音沉稳有力，传遍整个法庭。被告人李美玲犯绑架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犯诬告陷害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犯诽谤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犯诈骗未遂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被告人需赔偿原告精神损失费、医疗费、财产损失费，共计人民币58万元。判决即刻生效。判决书宣读完毕，整个法庭一片寂静。旁听席上有人倒吸凉气，有人点头称快。
记者们的相机闪光灯亮成一片，把嫂子灰败的脸照得惨白惨白。嫂子听完判决，双腿一软，整个人瘫倒在被告席上，两眼翻白，直接晕了过去。2名法警冲上来，把他从地上架起来，紧急抬出法庭。他的囚服后背湿了一大片，嘴里还在无意识地嘟囔着什么，没人听得清。我站在证人席上，看着他被抬走的背影，心里一片平静，没有愤怒，没有快意，只有一种尘埃落定的释然。我走出法院大门，阳光正好，暖风吹在脸上，带着初夏的气息。街道上人来人往，车水马龙，一切如常。我闭上眼，深吸一口气，让新鲜空气灌满肺腔。2辈子的仇恨与痛苦，终于在此刻彻底了结。我睁开眼，朝远处等待的爸妈和哥哥侄女走过去。小朵扑过来抱住我的腿，仰着小脸喊姑姑。我蹲下来，把她搂进怀里，笑得无比轻松。这漫长的一场仗，我赢了。法院执行局的工作人员来了，一行6人，穿着制服，带着锁匠和执行文书。他们找锁匠撬开我哥的门，宣布根据生效判决，该房产归还原告父母所有，现依法强制执行，请相关人员立即搬离。嫂子的母亲坐在轮椅上，半身不遂，嘴巴歪斜，听见这话，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嫂子的爸爸开着轮椅扶手，嘴里含糊不清地喊着什么，听不清在说什么，只看见口水顺着嘴角往下淌。外婆躺在床上，浑身插着管子，动弹不得，浑浊的眼睛直勾勾盯着天花板，一声不吭。工作人员没有废话，给他们半小时收拾个人物品，然后请了2个护工，把3人连人带轮椅抬出了门。嫂子妈的东西被装进2个编织袋，扔在楼道里。外婆的尿壶、药瓶、被褥被一股脑塞进一个破旧的行李箱。锁匠上前3下5除2换了门锁，把新钥匙交到我爸妈手里。我爸妈站在门口，看着这套自己全款买的房子，眼眶都红了。5年了，他们连门都没进过几次。社区工作人员赶到后，把嫂子妈和外婆安置到城郊一处地下出租屋，阴暗潮湿，墙角长满黑霉，空气里飘着下水道的臭味，没有窗户，不见阳光。夏天闷得像蒸笼，冬天冷得像冰窖。嫂子妈被推进地下室，看见满墙的霉斑，地上的污水，角落里的蟑螂，突然放声大哭。我造了什么孽啊？养出这种女儿，害人害己，报应啊！她拍着轮椅扶手，哭得上气不接下气，鼻涕眼泪糊了一脸。外婆躺在角落的破床上，浑浊的眼睛盯着天花板，嘴唇哆嗦着，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没有人同情，没有人帮忙。邻居们路过，听见里面的哭声，只当没听见，脚步都不停。恶有恶报，他们种下的因，终于尝到了果。嫂子在狱中得知父母和外婆被赶进地下室，哭得死去活来。她托律师带出一封亲笔信，信上写满了后悔、对不起、求原谅，说父母快不行了，求我哥看在夫妻情分上，帮忙照顾3位老人。哥哥接过信，看都没看内容，直接撕成2半，又撕成4半，最后撕成碎纸片，扔进了垃圾桶。他面无表情，声音冷硬：他们的死活与我们无关。律师愣在原地，半天说不出话来，最后灰溜溜的走了。1周后，我爸妈正式搬回了婚房。那套全款买的房子5年了，他们终于能堂堂正正住进去。我妈站在客厅里，手摸着墙壁，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嘴里哽咽着说：我们的家终于回来啦。我爸站在旁边，眼眶也红了，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话。他拍了拍我妈的肩膀，声音沙哑：回来了，都回来了。哥哥辞了原来那份累死累活的工作，换了份稳定的新工作，工资不再上交任何人，每个月给爸妈2000块钱生活费，给小朵报了舞蹈班，还有绘画班。他每天准时下班回家，陪女儿写作业，给爸妈做饭，周末带一家人去公园散步。大年30那天，哥哥第一次光明正大的给爸妈发红包，他把2个厚厚的红包递到爸妈手里，笑着说：爸妈，过年好，以后每年都发，1年比1年多。我妈捧着红包，眼泪又流下来了，
可这次是笑着的。我爸拍着哥哥的肩膀，连声说好好好。小朵在一旁跳着脚喊爷爷奶奶新年快乐。一家人围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电视里放着春晚，桌上摆满了年夜饭。我坐在一旁看着这一幕，心里暖得发烫。2辈子的仇终于报了，2辈子的家终于圆满了。这一次我守住了父母，守住了哥哥，守住了侄女，也守住了自己。小朵在新环境里像换了个人，整天叽叽喳喳的，脸上挂着笑。她学习突飞猛进，从班里中游冲到了前3名。期末考试那天，她写了一篇作文，题目叫《我最敬佩的人》，写的不是别人，是我。老师在班上朗读那篇作文，作文里写着我姑姑是清北毕业的，特别厉害。有一次有坏人欺负我们家，姑姑不怕他们，用法律保护了爷爷奶奶和爸爸，还保护了我。姑姑说做人要善良，但也要有骨气，不能让坏人得逞。我长大了也要像姑姑一样，做一个有本事有骨气的人。老师念完，教室里掌声雷动，同学们都扭头看小朵。她坐在座位上，小脸红扑扑的，眼睛亮晶晶的，嘴角翘得老高。放学后，小朵把作文本揣在怀里，一进家门就冲到我面前，把本子递过来，小脸上全是骄傲。姑姑，老师说我的作文写得最好，念给全班听了。我接过作文本，看着上面歪歪扭扭的字迹，眼眶一热。我蹲下来摸了摸她的头，声音温柔：小朵真棒，好好读书，姑姑等你考清北，好不好？姑，我一定做到，我要像你一样厉害。那天晚上，一家人围坐在餐桌旁，桌上摆满了菜，红烧肉、清蒸鱼、炒青菜、番茄蛋汤，热气腾腾，香味扑鼻。爸爸给妈妈夹了一块鱼肉，妈妈笑着给爸爸盛汤。哥哥给小朵夹了一块红烧肉，小朵一边吃一边叽叽喳喳讲学校里的事。我坐在一旁看着这一幕，嘴角不自觉地往上翘。重生一世，我护住了父母，守住了哥哥，保全了侄女，让恶人付出了惨痛代价。窗外夜色温柔，屋内灯火可亲。善有善报，恶有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这一世，我终于活得坦荡、安稳、痛快。